大家好，今年最受关注的台剧来了，一上线就冲上豆瓣实时热门第一，毕竟阵容太强大。影后贾静雯、男神吴慷仁3度搭档，曾经的台偶最美女2徐伟宁，近年成功转型演技派，继《目击者之追凶》谁是被害者后，又一次领衔悬疑剧，配角更是戏骨云集，加之眼前一亮的设定和现实主义的母题，不负众望拿下豆瓣8.4分，让许多人将其与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、想见你等现象级台剧相提并论。我一口气刷完9集，不得不感慨，内娱这次又输得彻底。他和他的他，女性题材剧在台湾和大陆都成井喷之势，不过套路化的叙事难免让人审美疲劳。这不，他和他的他就做出了一次大胆的创新，抛弃平铺直叙，故意刁难观众，剧情多次反转，悬念迭出，近乎烧脑。怎么回事？还要从女主角林晨曦说起。她相貌和能力拔尖，是一家猎头公司的业绩王，乍一看是事业型大女主的完美人设，可随着剧情展开，却处处透着不对劲儿。她似乎在隐瞒自己的身世，谎称父母双亡，实际上是故意疏远母亲，不愿提及青春年少。一看到自己学生时代的制服，就瞬间炸毛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会常常短暂性失忆，刚刚做过的事，一转眼却完全不记得。而且她还非常爱使用冷暴力，男友、同事表示关心，她一概拒之千里。就连被男同事性骚扰和污蔑后，她都依旧拒绝解释，淡漠处之。沉默着任凭事态变得更糟，林晨曦似乎对一切人和事都有着强烈的不信任，自我孤立，精神恍惚的在作死边缘试探，看得观众也跟着提心吊胆。直到一个雨夜，危险彻底爆发，四下无人的办公室里，林晨曦遭到男同事蓄谋施暴，他拼尽全力挣脱，谁知祸不单行，刚逃出大楼的他又发生了车祸。由此，故事走向开始变得更为离奇。林晨曦从车祸中苏醒后，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人生发生了巨变，记忆里早已去世的父亲和弟弟，如今却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。恃才施暴的男同事和惊心动魄的车祸，竟然只是一场梦。我梦到我的车停在路中间，然后有一台大卡车来撞我。你真的在做梦啦？你哪是什么撞到大卡车啊？你是下大雨的时候开车出去，轮胎打滑撞到旁边。林晨曦心中疑虑，企图找寻自己之前的生活痕迹，却发现不管是猎头工作还是男友，全都蒸发不见，查无此人。就当林晨曦开始慢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尝试接纳如今的现实世界时，一切却开始透露出诡异。他和他的他叙事手法十分具有压迫感，林晨曦动荡的心理状况让观众跟着无法放松，而每当剧情看似走入平缓，所设伏笔又很快被逐一推翻，再添疑云。就像当林晨曦慢慢接受车祸后遗症的解释时，自己又出现了其他怪异的行为，不仅能说出猎头专业术语，还能依赖梦中的碎片记忆，成功预测将要发生的危险事故。可若之前的一切都是梦，自己为何又能做到这些呢？真实的过去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更奇怪的是，每当林晨曦想追问过去经历时，回应他的是家人搪塞，朋友回避。明明一切都不对，但又都似乎无迹可寻。唯一的线索便是一个叫严胜华的中学学姐，似乎只有她可以解开林晨曦所有的疑虑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严胜华早已陷入一桩命案，他涉嫌杀害住在老人院的一名退休教师，失踪多日，连警察都不知其下落。而窝藏严胜华的人，竟然是林晨曦的父亲。线索千头万绪，故事愈发匪夷所思。两个时空之中，观众跟着林晨曦一起提心吊胆地追寻真相，一个又一个反转谜团增添可看性的同时，女主角飘摇欲坠的心理状态也为影片注入了更多压抑感。随着严胜华的现身，一切疑云都拨云见日，有了答案。他和他的残酷内核也随之浮出水面。这是一个破碎又窒息的故事。老人院命案的死者是一名远近闻名的优秀教师谢志忠。严胜华作为老人院的护理长，以投放过量安眠药的方式企图将其杀死，原因正是谢志忠看似为人师表，循循善诱，实则是个道貌岸然的禽兽。许多年前，他曾借补习功课之名多次性侵严胜华，而林晨曦也是受害者之一。彼时严胜华被哄骗，被威胁，不敢将此事说出去，而林晨曦不堪煎熬，选择发声。但就是这样的勇敢，反而
给他带来了毁灭性打击，成了他日后怪异举止的根源。林晨曦向母亲讲述了事情经过，对于父母来说如同五雷轰顶，他们不相信熟识多年的优秀教师会做出这般罪行，于是用质疑否定的方式来逃避现实。你妈说的事情是真的吗？谢老师怎么可能对你啊？知道。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却忽略了最希望一切不曾发生的人，正是林晨曦。面对一声声质疑，10几岁的女孩濒临绝望，想要讨回公道，未曾料到背后的代价。父母与谢老师夫妇当面对质，岂料谢师母倒打一耙，以女生轻欲相威胁。事情闹大了，对你没有好处，尤其是林晨曦，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他要怎么做人？句句直戳为人父母者的软肋，父母因此顾虑，不得不打压林晨曦的每一次反抗，从而一步步将受害者的身心状况逼入绝境。因为没有人相信自己，因为连最亲近的人都不愿意帮助自己，因为连最好的朋友也会泄露自己的秘密，所以林晨曦长大后隔绝家庭，斩断友谊，飞速奔逃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既然如此，那解释又有什么用呢？从那以后，林晨曦便不再相信天理能够招商，就算在职场上遇到了胡搅蛮缠、性侵未遂的男同事，他也选择消极应对。既然黑白可以被操控颠倒，那么反抗只会浪费自己的精力。而每每想到被性侵的场景，想到谢之中的手曾经碰过自己，一切亲密关系都会变得恶心，肢体接触更是让人抗拒。梦魇日日侵蚀心灵，吞噬睡眠，这么多年肉体活着，心已经死了。不只是林晨曦本人，他生活中的一切也跟着枯萎。父母、兄弟，悲剧摧毁了所有人。当然，也曾有人愿意捡拾拼凑起林晨曦破碎的灵魂碎片，奈何伤痛已侵入太深，就算深爱她的男友也无能为力。所以长大后，林晨曦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得冷淡疏离，也是因为不想再放任自己的痛苦伤害更多的人。至于所谓的短暂性失忆，实则是心理创伤导致的解离症，因为灵魂太过痛苦，疯狂想要逃离肉体，导致病人在记忆、自我意识或认知功能上面全面崩解，经常等回过神时，发现肉身不知做了什么事。而剧中两个时空相互交错的穿越设定，其实也只是女主解离的症状之一。回到过去，不过是灵魂企图自救的幻想。严胜华也是相同的命运，两位女生甚至曾经想要一起消失，如今替林晨曦报仇，对谢志忠下药，也是严胜华出于当年不敢站出来的愧疚。但不幸中的万幸，当年的女孩子活了下来。如今严胜华下药的剂量被判定不足以致死，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，留给大家观剧探究。近年来，女性议题的讨论频率攀升，相关的女性题材剧也层出不穷。而她和她的她之所以能在一众同类型剧集中赢得更多关注，不仅仅是通过对性侵案件的另类呈现，还有对女性困境全景式的刻画，并因此收获了广泛的女性共鸣。正如豆瓣热评中所说，这部剧是只有女性才能真正体会到的恐惧。比如工作上的困境，即便优秀如林晨曦，也会遭遇典型的职场性别歧视，单身和美丽瞬间成了原罪，女性身份也成了麻烦的代名词。明明是性骚扰受害者，却因为是女性而被风言风语。毕竟作风问题一旦被坐实，后果要比男性严重得多。同时，职场女性怀孕后若是正常带薪休假，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、吃空饷的薪水小偷。只有大着肚子拼命工作才会得到认可，甚至指责者也被设定成女性，未尝不是一种讽刺。各种酒局饭局也会要求女员工陪酒，明明是恶性潜规则，事后却被美化成你情我愿的交易。私人生活中的女性无助也一览无余。林晨曦的好友之一被男友拍摄亲密视频发到聊天群里跟好哥们炫耀，以至于他的公众形象毁于一旦，父母都嚷着断绝关系。可当他提出质疑与反抗，却被回以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的荡妇羞辱。一系列的典型女性困境与创伤揉成了剧名中的她，因为她是她，所以屏幕之上的女性角色与屏幕之下的女性观众拥有无言的默契。虚构的故事撕开一道裂缝，每个人所处的现实才是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来源，而这份真切的震撼力亦由现实中的血泪酿就。大家或许已经猜到，林晨曦的角色原型就是已故作家林奕含。他曾谈到过自己在创伤后常常会解离症发作。在我休学前那一阵子，常常发作解离。所谓的解离呢，
以前的人会叫他精神分裂，现在有一个比较优雅的名字叫做思觉失调。那我更喜欢用柏拉图的一句话来叙述它，是灵肉对立。因为我肉体受到的创痛太大了，以至于我的灵魂要离开我的身体，我才能活下去。真实世界冷酷到底，而剧集终究保留了一抹温情。大结局用整整1集的篇幅交代林晨曦的自我和解，自身的勇气加之身边人爱的包裹，令他终于能够浮出深渊，不再苛责自己，得到了一些从黑暗回忆走向光的力量。或许微小，或许时常闪烁，但这是给林晨曦们的希望，也是给观众的一点光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